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5年3月12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3月11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225.30，收盘价是230.58，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37.06，最低价是在217.02。那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幅值是达到了20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收在了前一日 K 线最低的上方。当日的成交量是 1.75 亿股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0.9 倍，略有量缩。KD 值快线的方向又转折向上，双线是趋于合拢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出现了反转向上。MACD 双线是继续下行，开口不变，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等长的红柱。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在继续空头趋势。我们再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3月11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下影线的小绿 K 线，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，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下跌到低点后出现的反弹中。当日的这根 K 线它是一个高开盘，开盘之后股价在盘中一直是一个震荡的走势，下方回补了之前留下的一个小小的缺口，是在217附近遇到了支撑。上方呢是在前一个交易日这根红 K 实体的中线，也就是在237附近是遇到了压力。那最后呢，收盘价是收在了当日开盘价的上方，生成了这样一根含有长上下影线的小绿 K 线。那同时呢，当日我们会看到抱有大的成交量，虽然这个成交量较前一个交易日是量缩，但是这样的一个成交量较之前的交易日这也是抱有大量的。那在这个地方急跌之后生成一根小绿 K 线，并且含有上下影线，并带有大的成交量，那说明这根 K 线它是一根止跌的信号 K 线。但是能否止跌成功，要看接下来一个交易日的 K 线能否确认。那在日后股价收盘价如果能够站上这根 K 线的最高，也就是237，那么将会确认这根止跌的信号 K 线，那么股价呢将会有继续反弹的走势。但是如果日后股价的收盘价跌破了217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将会开启新的一波下行的走势。那一旦开启新的一波下行的走势呢，目标我们认为就是下方的212，也就是要跌破这个位置，当然还有200关口。好，那这是我们对这根 K 线信息的解读。那么对于接下来一个交易日股价的走势呢，我们从 K 线信息来解读能否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出现反弹，要看开盘的走势。如果在3月12日开盘是一个高开盘，并且开盘之后股价能够是高开高走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将会有反弹的走势。那么否则呢，股价会出现继续下行，或者在这个区域内呢继续横盘。目前股价反弹的强压力有2个位置，一个是237，是这根红 K 的中线，也是前一个交易日 K 线的最高。另外还有一个强压力呢是在253，那么它和250整数关口合并，那么在这个区域呢将是股价反弹的强压力。同时呢，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在240到244之间。那其实我们会看到，实际上在237一直到253这个区域呢，将是股价在反弹过程当中，在这个区域将会遇到强压力。好，那这是我们对
K 线信息的解读。接下来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3月11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继续下行，收盘价会在205附近，也就是出现大幅的下跌。那么另外一个可能呢，我们预测股价会出现反弹，收盘价会在225附近，是在这个位置。而实际在3月11日收盘价是在230.58，股价是出现了反弹。那至于我们预测的反弹，虽然说是在收盘价的点位上相差较多，但是呢，方向一致，收盘价的性质相同，同时当日的走势呢也是基本相同的。好，那么目前股价是出现了止跌，也就是小幅的反弹，所以我们先来看日后股价的上行。对于3月12日和之后的交易日，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仍然是303这个位置。那么在到达它之前，目前237到253这个区域将会成为强压力。好，那么这个位置如果能够被突破呢，我们认为股价一定会有进一步反弹的走势，因为在3月10日和3月11日这2根 K 线是抱有大的成交量的，一旦股价能够站上253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是很容易能够到达300关口的，也就是这一波反弹。好，那么303这个位置如果能够被站上，将会瓦解目前特斯拉股价的这波空头趋势。那么股价呢，继续向上的目标将是367，然后第3个目标是420。这是我们说日后股价的上行。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下行。股价下行的目标，第一个目标仍然不变，是212。我们在前几次视频当中多次提到过，特斯拉股价在这一波空头趋势，它的最终目标就是要跌破212，也就是说收复这一波涨幅。那么在到达212之前，目前3月11日这根 K 线的最低是217，它是唯一的一个支撑。好，那么212如果被跌破呢，我们会看到股价将会瓦解自2024年4月22日以来的多头趋势。那么这个位置如果一旦被跌破呢，接下来第2个目标就是182。那么在到达182之前呢，200关口可以成为是一个支撑，然后第3个目标就是138，或者我们取整数我们取139，这是第3个目标。那么我们认为212一旦被跌破呢，如果股价继续下行，它的接下来一个目标就是139。182仅仅是一个支撑位。好，那这是我们说日后股价的上行和下行的目标。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在3月12日盘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。之前我们给的观察位是3月10日这根 K 线的最低是在220附近，那么股价在盘中一直是在它的上方运行，因此是出现了一个反弹的走势。那么到了3月12日我们要关注的位置呢是225，是这根止跌信号 K 线实体的下沿。那么我们关注它的理由就是在3月12日盘中，股价如果能够在它的上方运行，我们认为股价将会有继续反弹的走势，或者至少
会在这个区域内进行横盘。但是如果股价在盘中一直是在它的下方运行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是很容易出现新低的。而一旦出现新低，那么股价一定会去测试212。所以说，如果股价在225下方运行，我们认为很有可能股价会出现新低，而出现下行的走势。好，这是我们给出的观察位。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对于多头来说，目前出现了在3月11日收盘价是在230.58，出现了止跌的信号 K 线，并且呢伴有大的成交量。但是对于多头来说，在技术上，在这个位置是不可以进场的。那么对，理由是如果进场呢，它要有几个条件，一个是要出现较前一个交易日应该是量增，再有一个就是收盘价能够站上关键的压力位。而实际这根 K 线我们会看到呢，成交量虽然是抱有大的成交量，但对前一个交易日来说仍然是量缩，并且呢股价没有站上一个重要的压力位，也就是这根红 K 的中线237。所以呢在技术上这个位置对于多头来讲是不可以进场的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多头。那如果说我们再来补充说明，就是进场的条件，如果说在日后股价仍然抱有大的成交量，然后收盘价能够站上5日均线值，甚至是关键标志位，尤其是253这个位置如果能够被站上，那么多头呢在技术上才可以考虑进场做多。好，那这是多头。我们再来看空头。空头目前要守的位置就是从237到253这个区域，也包括5日均线值。那么空头现在的目标就是212，因为跌破这个位置将会瓦解特斯拉股价这个长期的多头趋势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3月12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237，第二个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，是从240到244。第三个压力位是这根红 K 的最高是253，我们把它和250整数关口合并，这是第三个压力区间。第四个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，是从261到263。然后呢，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将会到达300关口附近。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，下方到来的第一个支撑就是从217到212，在这个区域。第二个支撑呢是在200关口附近。第三个支撑我们把它定在182这个位置，也就是股价下行的第二个目标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给出3月12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那么今天我们给出这个预测它是并列的，它取决于当日开盘的走势。我们先来说反弹，如果出现反弹，继续反弹，那么它将是高开盘，然后股价在盘中最低会回踩到225，上方最高会到达245，收盘价会收在241附近。那如果出现这样继续反弹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高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25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反弹，也就是收盘价会在241附近，对，也就是在5日均线值附近。好，那另外一个可能呢，就是股价会出现一个横盘向下的走势。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低开盘
或者是很小幅的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234，在这个位置。下方最低呢，我们认为会出现新低，会到达215，然后呢，收盘价会收在221附近。那么如果出现这样横盘向下的走势呢，我们认为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34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横盘向下。好，那以上呢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5年3月12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。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